我爸年纪大了，找了一个保姆照顾，可没过2个月，我爸就不顾我的反对，非要娶她。更离谱的是，他还立了遗嘱，死后房子也要留给他，但这房子的贷款可是我还的。我爸妈是晚婚晚育，40岁才有了我。我长大成人，他们也迅速老去。2年前，我妈因病去世了，老家就剩下我爸一个人。我老家在石家庄，但干我们编导这行的，北京机会比较多。毕业后，我就一直留在北京。说实话，把60多岁的老爸放到家里，我真是不放心。多少次我让他跟我来北京生活，他却说来了我要记挂他，不能好好工作，而且他自己也不自在，还是想在家里舒服些。前一阵他的腰间盘实在太疼了，跟我商量说要找个保姆。其实我早就打算给他请一个人照顾了，是他一直觉得浪费钱不需要。刘淑芬就是这样进入我家的。据说刘淑芬是我爸老同事，刘叔叔的远方亲戚。我爸也是托人打听，想找个靠谱的、懂事的保姆。刘淑芬50岁左右，齐肩短发，一双丹凤眼，笑起来还有点妩媚。虽然是农村人，但皮肤状态不错，看得出很注重保养。刘淑芬刚来我家的时候，勤快得够呛，把我家里里外外一顿打扫，做饭也很好吃，照顾我爸生活起居也很麻利。每次电话，我爸对她都是一顿夸奖。电话里，刘淑芬也很有礼貌，跟我说让我放心，肯定好好照顾我爸，同时也让我好好照顾自己。瞧这过分的高情商。元旦休假我回家，总算是跟刘淑芬面基了。倒是符合我爸的形容，确实干活是把好手，把家里收拾得很妥帖。我也没多想，本来打算住3天，结果当地出现了病例，石家庄在一夜之间封城了。早晨，物业过来通知，说接到紧急指示，不能出小区。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瞥见我爸和刘淑芬的脸上有一种难以描述的失望。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这不是错觉。晚上我起来上厕所，我看着小卧室的门虚掩着，刘淑芬不在屋里，大晚上她能去哪呢？直到我听到主卧传来一阵不可描述的声响，我靠，刘淑芬竟然爬上了我爸的床。站在门口愣了半天，我才回过神来。我真想进去把刘淑芬拎出来，但终究还是悄默默地回了屋。我躺在床上，真是彻夜未眠，想起我妈在世时，我爸妈恩爱的场景，心里非常不是滋味。但是别扭归别扭，我妈毕竟已经去世了，作为晚辈，也不能挡着我爸追求幸福的路。不过刘淑芬一个保姆才来我家2个月，就爬上我爸的床，是不是有点太草率？这是怎么看怎么觉得逻辑不通。第2天，我陪我爸下楼遛弯，他没带手机，我上楼帮他拿。我一进门就看到刘淑芬拿着我爸手机鬼鬼祟祟。我家门是密码锁，指纹识别，所以开门没什么声音。刘淑芬一看到我进来，慌慌张张放下手机，继续擦地，还用余光偷偷瞄我，看我有没有异常。我假装镇定，拿起我爸手机，没说什么出了门。我打开我爸手机，弹出窗口页面，排在最上面的是我爸手机银行。啧，刘淑芬果然不是省油的灯。我把看到的一切告诉我爸，我爸却不以为然。他竟然跟我说，打算跟刘淑芬领证。爸，你疯了吧？跟一个刚来咱们家2个月的保姆结婚？潇潇，我知道你很难接受，但是我得对淑芬负责。别保姆，以后叫刘阿姨。我爸对刘淑芬的维护让我大吃一惊。他一个高级知识分子，竟然被一个保姆折腾得5迷3道，爱情真是不简单。追问下，我才了解到详细情况。刘淑芬刚来第1个月，就求我爸给她女儿找工作。刘淑芬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说自己年轻时就没了老公，一个人把1双儿女拉着大，儿子现在没工作，媳妇又怀孕，全家只有闺女争气考上了学，眼看毕业了，工作太难找，无论如何，求我爸帮帮忙。刘淑芬的女儿师范毕业，但不是双一流，根本进不了市里的公立学校。我爸虽然是教委退休的老领导，也不能违反规定。
但他看刘淑芬实在楚楚可怜，就给老同学打了个电话，给办到了私立小学。别看是私立学校，但在当地很有影响力，待遇比公立的好很多。刘淑芬为了感谢我爸，在一天夜里脱光自己，偷偷钻进了我爸被窝。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柳下惠？我爸摸着刘淑芬滑滑的皮肤，犯下了天大男人都会犯的错。虽然我爸后来说那天招待私立学校的校长没少喝，就这样，我爸跟刘淑芬好上了。人到晚年，枯木逢春。潇潇，你妈没了以后，我真是很孤单啊。现在我爸话到嘴边说不出口，竟然羞涩地低下头。我看着我爸白了一半的头发，又看看他那犯了错误怯怯的眼神，瞬间觉得自己不会了。爸，咱们也要考察考察，不能这么盲目。再说，现在这么开放，睡了也不是什么大事。我这么一说，我爸倒是惊讶地抬了抬眼镜。潇潇，你这个想法很危险。你看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明明是说他，怎么扯上了我？虽然我一再强调不能跟刘淑芬结婚，但我知道他根本没往心里去。这刘淑芬绝不简单。事实上，在刘淑芬爬上我爸床的第2天，他们就领证了。我爸那么说，只是为了安抚我，因为我第2次回家，刘淑芬就藏不住了。刘淑芬先是对我爸改了口，从唐老师变成了老唐，并且堂而皇之地搬进了主卧。最让我生气的是，他竟然把我妈的东西都清理到了地下室，让我妈的痕迹在这个房间里彻底消失。他还怂恿我爸跟他去拍了结婚照，那巨幅照片就挂在主卧床头的那面墙上，我看着格外刺眼。刘淑芬一口一个老唐老唐，我爸呵呵呵地答着。刘淑芬在厨房做菜，我爸在后面帮厨，夫唱妇随，好不自在。我在沙发上屁股还没坐热，一个陌生的年轻女人竟然自己用钥匙开了门，看到刘淑芬叫了一声妈，又很敷衍了喊了一声唐叔叔，连看我都没看一眼就回屋了。但是她竟然走进了我的房间，还怒气冲冲地说：“这谁的箱子，放我屋里？”哦，感情这是鸠占鹊巢，母女俩一起来瓜分我的家。我正要发作，刘淑芬就笑呵呵地过来了：“潇潇，你看，你常年不在家，空着也是空着，小何上班住这儿近，你爸也同意了。”面前的刘淑芬自信笃定，小何姑娘趾高气扬，大概他们觉得搞定了这一家的老头，就搞定了一切。我笑着说：“刘阿姨，我这房间不喜欢别人随便进，我不锁门是为了您打扫方便，但要是别人住，好歹跟我说一声吧。”那女孩炸了：“我妈是这家的女主人，你让谁给你打扫房间？我睡这怎么了？”我还要说话，我爸咳了咳，示意都别说了。我突然感觉这不是我的家了，这里曾经留下了我们一家3口最温暖美好的回忆，但随着刘淑芬的到来，完全打破了。虽然最后在我的坚持下，刘淑芬的女儿小何还是不情愿地搬到了小卧室，但那凌厉的骂声、重重的关门声都砸在了我的心头，让我难以入睡。而我爸呢，我不相信他完全无感。人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他俩新婚燕尔，可我爸的身体却越来越差，人也消瘦了。吃过饭，看周围没人的时候，我悄悄问我爸：“刘淑芬对你好不好？”结果我爸还没开口，刘淑芬就笑盈盈进来送水果。我爸笑笑说：“好呀，现在觉得挺好的。”刘淑芬也一脸笑，说晚年陪在我爸身边，真的是缘分天定。说完，还得意地看了我一眼：“潇潇，你爸对我是真好。你看到我的衣服没？纯羊绒的，6000多呢。你爸说你妈都没穿过这么好的呢。”我看着他那件大红毛衣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我妈节俭一生，毕生心血都花在她热爱的医疗事业上。我还想跟我爸单独聊聊，问问他到底还记不记得我妈，问问他刘淑芬到底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。但刘淑芬就像膏药一样，走到哪跟到哪。虽然我什么也没问出来，但刘淑芬张牙舞爪的劲，让我十分不舒服。不过他俩现在是合法夫妻，我也不能怎么办。但是家里的这种变故，我可不能什么都不做。好在这是我的老家，也不是白在这生长18年。
我还有朋友。周末，我把我的闺蜜发小找来，人在外地，交代他们一定帮我留意我爸。我爸是老师，很多还是他的得意门生。安排好一切，我才安心回剧组。可没想到，还是出事了。这次走后，我一直出差到四川拍片子，走进云贵深山，一拍就是1个月。中途，我接了一个发小苏雨一个电话，我从成都直接飞回了石家庄。一进我家小区，就碰到了隔壁邻居王阿姨。王阿姨看到我，痛心疾首：“你这丫头，亏了你爸这么疼你，老人家去世了，都不见你回来看看，真是没良心。”我一听惊呆了，我说：“王阿姨，你说啥？我爸怎么了？”王阿姨说：“你爸半个月前就过世了，全程都是保姆刘淑芬跟他2个孩子操办的，还一顿哭诉，亲生女儿不闻不问，老头子太可怜。”王阿姨说完，眼眶都红了。我真是气得浑身发抖。我一路飞奔到家，我的钥匙竟然开不开门。我咚咚咚敲了半天，一个陌生男给我开了门。“你找谁？”他一脸不耐烦。我靠，我找谁？这是我家，不是应该问你是谁吗？我一把推开他，闯了进去，就看见我爸的遗像摆在客厅正中间的小桌子上。我整个人都傻眼了。我大喊着：“爸，爸！”冲进主卧。刘淑芬听到声音从主卧走了出来，差点跟我撞个满怀，身后还跟了一个挺着肚子的年轻女人。一看就知道，这准是刘淑芬的媳妇。不用说，开门的就是他儿子了。我一把推开他，主卧并没有人。刘淑芬，我爸呢？刘淑芬一听我说我爸，坐在地上就开始哭，就是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泼辣农村妇女那种有韵律的哭。一边哭一边说：“我的命好苦啊，明宽，我爸名字你怎么这么短命哟？”我感觉我脑子疼的一下，完全炸开了，一把扯住刘淑芬，就像要吃了她。“你胡说什么？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我爸怎么会死？”刘淑芬边哭边说：“闺女哟，你爸命苦啊，突然脑溢血，没抢救过来，走了。”我说：“刘淑芬，你放屁！我走的时候我爸好好的，你赶紧把我爸找回来。”刘淑芬指了指桌子上的遗像：“你爸没了，回不来了。”我拿起我爸所谓的遗像，一把就摔在了地上，把供桌上的蜡烛和吃的也一并推翻。刘淑芬一看我捣毁供桌，大惊失色，估计是担心我爸冤魂索命，一直念叨着不得了不得了，又开始韵律哭。“刘淑芬，你个毒妇！我爸要真不行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葬礼为什么不通知我？”我边喊边冲上去，一把揪住刘淑芬的头发，另一只手用力抓了一把她的脸，只见她一阵惨叫，脸上一道血红的道子。瞬间，我跟她厮打在一起。刘淑芬的儿子看他妈不占优势，也冲了上来，拉开我跟刘淑芬，控制住我。刘淑芬一看自己得救了，我被控制了，一副得意：“你整天在外地，不管你爸死了你都不回来，你可真孝顺。”刘淑芬，你放屁！明明是你不通知我，你安的什么心？你放开我！你不怕我爸晚上来找你吗？没想到我这句竟然起到了作用。刘淑芬的怂儿子手一松，我赶紧挣脱了出来。这货原来怕鬼。我冷笑道：“既然我爸死了，你还在这干嘛？”我这才留意到我家已经完全被刘淑芬占领了。孕妇从主卧出来，显然刘淑芬的儿子儿媳住在我爸的房间。次卧里摆满了他女儿的东西，刘淑芬又重新睡回小卧室。刘淑芬使了个眼色，她那挺着大肚子的媳妇得意地从屋里拿出一张纸，拍在我面前：“你看看，这是你爸的遗嘱，上面写着我名下房产秀水湾503号，归我妻子刘淑芬所有。遗嘱上有我爸的签名，印着一个手印。这根本就不可能，我爸怎么糊涂也不会糊涂到把房子给一个结婚3个月的保姆。再说，虽然这房子在我爸名下，但贷款可是我还的。”我说：“刘淑芬，你伪造遗嘱有用吗？我爸根本不可能这么写，你这已经犯法了，你懂吗？”
刘淑芬得意地翻了一个大白眼，跟才来我家那勤勤恳恳的样子，真是天上地下。该出去的是你吧？啪，一个大箱子甩在我面前，我都把东西清好了，你赶紧搬出去。外头早就围了一群邻居，有说保姆私吞这家财产的，有说老头糊涂的，有说孩子不孝顺的，但我现在真的管不了那么多了。走到门口，我转过头看了一眼刘淑芬，尖嘴猴腮，心思歹毒，这就是我爸想要晚年相伴的人。刘淑芬，你现在跪在我爸照片面前，磕3个头，坦白你的罪行，或许我还能网开一面。刘淑芬冲着我呸了一声，说我不孝女，想得美。她那丑恶的嘴脸真是让人恶心。刘淑芬，你记住你今天的所作所为，有句话叫恶有恶报，你会遭到报应的。箱子我自然不会拿，这是我的家，该收拾箱子滚蛋的是刘淑芬。打开门，门口早就站了一堆围观邻居，站在最后那个戴着口罩和帽子，怕被人认出来的大个子，就是苏雨，我爸的学生，也是我的发小。看我走下来，他一把拉住我，我叫你别一个人来，你非来，快看看有没有被欺负。苏雨拉着我从上到下一顿看。我抬眼看看楼上的家，使劲拍拍身上的灰，刚刚跟那一家子拉扯，真是晦气得很。那个住在我家里的3个人，刘淑芬，她的儿子女儿，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，他们都参与了这场狠毒的谋财害命案，我一个也不会让放过。苏雨深深叹了口气，拍了拍我的肩，说我的样子简直是牛骨鹿枭，眼影都黑了好几倍。我是一个导演，如果我的复仇计划不拍几场戏，真是对不起我的职业。我跟苏雨开车去了一趟医院，出来后，我的闺蜜毛小云也到了。怎么样？都准备好了吗？我问。毛小云眨眨眼，笑着说：唐导，我出马你还不放心？一条微信发出去，鱼上钩了。这年头信息泄露这么厉害，要拿到一个人的手机号并非难事。有了手机号，就相当于有了各个平台的账号 ID。刘淑芬的怂儿子名叫王龙，别的本事没有，骗炮倒是一把好手。他妈辛苦骗来的钱，估计都补贴给他了。最近老婆怀孕，这丫可没闲着。毛小云是谁？笑容可掬的外企公关，还兼职平面模特，绝对的天使面孔，魔鬼身材。搜到王龙常常出现的社交平台，毛小云只是到他的页面看了看，王龙就主动开始撩拨，3言2语，鱼上钩了。约了今天晚上洲际酒店，当然地点是毛小云要求的，提前布置好一切，就等演员就位了。晚上8点钟，只见王龙大摇大摆地走进酒店，一眼就看到坐在1楼大厅里的毛小云。一身黑色的大衣里，一件银色的吊带短裙，一双黑色的过膝高跟靴，绿色卷曲的头发直到肩膀，像猫咪一样灵动的大眼睛，十分诱人。眼波流转，他也看到了刚刚进门的王龙，只见他微微一笑，招了招手。估计从来没约过这么貌美的女生，王龙小脸刷就红了，迫不及待地挽起毛小云，朝电梯走去。毛小云也不拒绝，还把头朝王龙肩膀靠了靠。毛小云够拼的呀，旁边的苏雨呵呵一乐。一进门，王龙就像饿狼一样扑向毛小云，手上的动作也开始不老实，一把就把毛小云的大衣扒下来。没想到毛小云一把推开他，咦，什么味道？宝宝你快去洗个澡。王龙还想硬来，但看美女有点不开心了，也不想坏了气氛，只好乖乖照办。我想这应该是王龙洗的最难忘的一个澡，因为他洗到一半的时候停电了。浴室里一面漆黑，他喊了几声，屋里静悄悄的，一点声响也没有。他看没人答应，就摸着黑走出浴室，一出门他就被吓了个半死。只见我爸穿着临死前的病号服站在浴室门外，筒灯从下到上打在他脸上，阴暗分明，轮廓清晰，又十分的恐怖。我爸低声说了句：我的药呢？王龙本来就很怕鬼鬼神神，吓得尖叫起来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这时门一下子打开了，毛小云带着服务员走了进来，往前没走几步，就看到右侧卫生间里，王龙光着身子坐在地上，
整张脸因为大喊大叫而变得扭曲。啊！毛小云也大叫起来：“你怎么不穿衣服？鬼！鬼！你有没有看到鬼？什么鬼？你在说是什么呀？”啊！地上怎么那么多血？毛小云尖叫道。原来地上有好多钉子。王龙往地上一坐，屁股被扎了好几个洞，血哗哗的往外流，真是看着都疼。毛小云迅速拿起电话，打了一个120，也不管王龙坐在地上喊着：“别打，别！老公约炮被钉子扎的屁股流血进医院，这事怎么能不告诉王龙的老婆呢？”毛小云早就用手机录好王龙急不可耐的视频，一条神秘的短信发到刘淑芬儿媳妇的手机上。当晚，刘淑芬和他媳妇急匆匆来到医院，听说在医院两口子就大打出手。当时他媳妇怀孕都7个多月了，在医院里质问刘淑芬的儿子到底做过多少对不起他的事。他儿子倒是有点怕媳妇，一直低着头不敢说话。刘淑芬一看儿子受欺负，竟然跟儿媳妇吵起来，说还不是因为你怀孕不能伺候我儿子。医院里的护士都听不下去了，纷纷安慰痛哭流涕的儿媳妇，三人吵得不可开交。别急，还有好戏等着他。晚上只有刘淑芬的女儿在家，刚刚客串完，我爸的道具大叔跑到我家楼道里，开始间接性拉闸，有那么半小时，每10分钟就拉一次。小何姑娘打开门想查看下是不是跳闸，就看到病号服飘过的身影，吓得她花容失色，连连大叫，使劲关上门。她待在我爸的灵堂里，看着我爸那张微笑的照片，想想他们一家子的所作所为，不知道作何感想。刘淑芬接到女儿连环电话，急匆匆地赶回家。估计这一夜，刘淑芬一家是睡不好了。还没完，为了把闹鬼气氛烘托到最高潮，我把我爸生前吃的药放在了我家门口。第二天，刘淑芬一打开门，就看到放在门口的一个药瓶。盯梢的小伙伴回来说，当时刘淑芬一家被吓得哇哇大叫，一直说闹鬼了，闹鬼了。这么一闹，没过几天，刘淑芬的儿媳妇就早产了。医生抢救了半天，生下一个女婴，小婴儿太柔弱了，一生下来就进了保温箱。刘淑芬又是一阵大骂，没用的东西，生个女娃有屁用。我听着苏雨的口述转播，真想拍死刘淑芬。趁热打铁，毕竟我也不能让刘淑芬霸占我家太久。我提着一堆东西来到刘叔叔的家，没错，就是那个介绍刘淑芬来我家的刘叔叔。刘叔叔一看是我，吃了一惊。他招待我坐在沙发上，我开门见山：“刘叔叔，我爸死了，刘淑芬霸占了我家，这事您知道吗？”刘叔叔眼神躲闪：“潇潇，你也要节哀顺变啊。”刘叔叔，听说我那后妈刘淑芬是你介绍到我家的？刘叔叔有点慌，提了提眼镜。刘叔叔，您是看着我长大的，小时候您在学校当厨师，每次吃饭都多给我加一个鸡腿，生怕我个子长不高。当年我爸调到教委，教委缺管食堂的，我爸推荐了您，一直到退休，你都是教委食堂的厨师长。我爸对您不好吗？刘淑芬如此歹毒，你为什么要介绍到我家？也是想到以前，我眼眶都红了。刘叔叔叹了一口气：“潇潇，我对不起你爸呀。刘叔叔，我现在有事情求您。我爸把刘淑芬的女儿办到了学校，我现在就是不想让他女儿在学校待下去。刘叔叔，我知道你有这个本事。”听到我这么说，刘叔叔抬起头看看我，吃了一惊，他大概没有想到我会提这种要求。刘叔叔，您跟刘淑芬那点破事我都知道，您猜猜，要是我阿姨知道了，会怎么样？潇潇，你胡说什么呀？我笑了笑说：“我胡不胡说，您心里清楚，我身上背着是杀父夺财的债，您说我会不会拼命？刘淑芬迟早要被判刑的，您真觉得她做的天衣无缝？到时候判您个从犯，您冤不冤枉？”刘叔叔彻底呆住了。刘阿姨也快回来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刘叔叔，我等您的好消息啊！说完，我自顾自离开了刘叔叔的家。我相信他能办到。刘叔叔原名刘大宁，刘淑芬为什么会绑上刘大宁，我不知道。
但是我爸死后，他偷偷摸摸到我家，衣衫不整地出我家，再加上送刘大宁出去的时候，刘淑芬换了睡衣，这事我可是在小区物业的监控里清清楚楚地看到了。没过多久，刘淑芬闺女就失业了。我知道我的话在刘大宁那起了作用。他本来就没出试用期，私立学校有人事任免权，劝退一个人绝非难事。如果说刘淑芬一对儿女的遭遇只是隔靴搔痒，最多也只会让他们感觉不顺，那么接下来的一切才真的让他们跌入深渊。事情都进展得差不多了，我给道具大叔结了工资，让他赶回剧组。大叔拍拍我的肩膀，没有要我的钱，说能帮上忙，觉得特别好。当年因为年龄关系，剧组没人愿意要他，但就因为他长得神似我爸，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，以后有戏拍的时候，我都会叫上他。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一切整理完毕，我回到医院，我爸还躺在病床上，他已经昏迷了很久，但是好在病情控制住了。小苏大夫，也就是我的发小苏雨说，这2天我爸应该能醒过来。忙了这么久，借着我爸生病，我也停下来，坐在我爸身边，日夜陪着他，才发现他一下子苍老了好多。那是一天的清晨，小苏大夫来查房，我爸缓缓地睁开眼睛，他的手指动了动，发出了一点声音：潇潇，唐老师醒了。我当时还在一个电话上，嗖的一下子冲到我爸面前，我爸看到我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憋了这么多天，我一下子就扑到我爸身上，大哭了起来。爸，你真是吓死我了！你要是真没了，我可怎么办啊？我已经没有妈妈了，我不能再没有你。我爸手指动了动，估计是想抱抱我，但是他的手还抬不起来。一堆医生冲了进来，马上给我爸进行全方面的检查。小苏大夫拉拉我说，老师很稳定，不用担心，只要情况保持住，过不几天就可以开口说话了。我爸起死回生，其实多亏了苏雨。那一日，刘淑芬送我爸到医院，当时我爸已经很危险了，长期营养不良，非常消瘦，脖子上还有勒痕。我爸心脑血管一直也不好，从身体的情况来看，已经停药至少半个月了，所以这一次才会右脑血栓。恰逢小苏大夫值班，他看到奄奄一息的我爸，说马上要进行手术抢救，让家人在手术责任书上签字。但是刘淑芬却说手术风险太大，不想让老头受罪，这摆明了就是放弃我爸。苏雨早就听我说过刘淑芬跟我爸的事，非常警觉，马上给我打了一个电话。我当时在四川拍戏，一听我爸生命垂危，放弃抢救，我真是气得浑身发抖。我马上告诉苏雨，不管他们签不签字，一定要全力救我爸。仇恨的种子一旦在心里扎了根，就会疯狂滋长。我爸教我善良，但善良可不是软弱可欺。我告诉苏雨，我爸和刘淑芬现在是合法夫妻，如果我爸得救了，还要回到那个贼窝，还不如告诉他我爸已经死了。但凡刘淑芬一家能谨慎点，这个计划都不能成行。但是刘淑芬跟她的儿子女儿听到我爸过世，就在门口看了一眼，连头上的白布都没有揭开。我妈生前是医生，当时的遗愿就是捐献遗体，支持医疗事业。那时候为了支持我妈，我爸和跟我也一起签了捐献证书。当苏雨拿着捐献单找到刘淑芬时，我让他给了刘淑芬3万块钱。苏雨的解释是，按理说是捐献，没有钱的，但是医院特批奖励，所以不要声张，不是每个人都有。刘淑芬一看有钱，按耐不住兴奋，点头如捣蒜，竟然笑出了声，完全不顾她那可怜的丈夫已经冷冰冰地躺在了太平间。有句话说，欲要使其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，就让刘淑芬彻底的疯狂吧。看似得到了一切，却没想到危险正在临近。当天晚上，我连夜飞回石家庄，一直在医院陪着我爸，但我爸的情况太差了，多少次在死神的边缘徘徊。小苏大夫说，就算是醒来，可能也是半身不遂了。本来我当时就想报警，但想了想，现在我爸什么都说不出来，根本没办法指认刘淑芬，
况且他们是合法夫妻，在任何证据没有的情况下，很难剥夺他的探视权。如果他还要害我爸，那真是防不胜防。我暗暗地发誓，一定要刘淑芬血债血偿。还好过了几天，我爸总算稳定了，这才有了大闹灵堂的桥段。接下来的事，你们肯定猜到了。我爸醒了过来，我马上报案，警察给我们录了口供后，马上立案侦查，丝毫没有拖泥带水，因为证据链已经很清晰了。警方立马把刘淑芬一家抓获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刘淑芬其实是惯犯，她专找孤寡老头照顾，偷钱偷东西都是经常事。如果是身体特别差的，她一般都会虐待老人，不给吃药，这样没几天老人死了，她干了几天，雇主却会给1个月的工资。但是这来钱还是太慢了，直到来到我家，他看我爸心思简单，竟然起了这种歹心。包括那个遗嘱，我爸说他根本没有立过。刘淑芬后来交代是，我爸昏迷中按的手印根本就是伪造的，他还想着我爸死了，死无对证。他们明明知道我爸曾经得过脑血栓，但是半个月都不给我爸吃药，眼看着我爸身体越来越差，直到看我爸实在不行了，不想让他死在家里，就送到了医院。却没想到主治医生是我爸的学生，也是我的发小。抓刘淑芬那天，我也在现场，警察直接从我家把她带走。刘淑芬大喊冤枉啊，冤枉！直到她看到站在门外的我和坐在轮椅上的我爸，我挥手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。要不是民警小哥哥拉开我，我真想撕碎他这张丑恶的脸。刘淑芬挣扎着，扑通跪在我爸面前，开始磕头，说对不起我爸，让我爸原谅他，还不停地扇自己嘴巴，场面一度十分刺激。我爸拍拍我的手，说赶紧走，不想看到他。邻居们围了一堆，见证了大仇得报的时刻，再也没有人嚼舌根，说我不孝顺。隔壁王阿姨拉着我爸得手，说老唐啊，你真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。其实后来我问我爸，刘淑芬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，他总是摇摇头，不肯告诉我。我猜那一定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。遭此大难，我爸变得经常沉默。思虑再三，我决定不回北京了，毕竟现在这个社会，拍拍短视频也能赚到钱，我还是想多陪陪我爸。小苏大夫倒是高兴了，一给劲地往我家跑，你看他又再来了。